艺术的整合。一、视觉艺术与文学的整合。1.2 儿童互动化。互动儿童读物是儿童读物的一部分，需要读者的参与和互动。范围从具有质感的书到具有帮助孩子教某些工具的特殊装置。互动式儿童读物也可以采用现代技术或电脑化书籍。互动的传统书本。立体书。直到19世纪末，部分由于工业印刷的发明，才出现了立体书。在美国出版最早的立体书是 M.C. Laughlin Brothers 出版的 Showman 系列。立体书为许多儿童和成人其他类型的互动书打开了大门。尽管在20世纪中叶生产量短暂下降，但它是一个新思想，迅速产生，并最终成为当今高科技和先进的书籍世界。着色书。着色书或涂色页是一种包含线条艺术的书，人们用蜡笔、彩色铅、彩色铅笔、漆或其他艺术媒介在其中添加颜色。传统的着色书印在纸或卡片上，一些注色书的边缘有孔，因此可以从书中抽出，并用作单独的纸页。如今，许多儿童图画书都带有流行的卡通人物。图画书也可能包含其他活动，例如连接点和迷宫或其他难题。有些还包含贴纸。出于各种原因，着色书被广泛用于幼儿教育中。例如，孩子们通常对着色书更感兴趣，而不是使用其他学习方法。图片可能比简单的文字更令人难忘，特别是故事着色书，儿童可以在涂色中了解故事的情节。根据一些研究，着色书还可以增加绘画的创造力。游戏书。游戏书本非常类似于传统书籍，但是它们在整本书为读者提供决策，而这些决策会影响故事的结果。每个决策点会指示读者转到特定页面和或段落以继续故事。第一本游戏书于1941年问世，这形式在1980年代特别流行。隐藏物件与绘本。隐藏物件的绘本通过伪装物品来吸引各个年龄段的读者，最终让孩子们找到它们。隐藏的物件是很难发现的资源，或是作者在押韵列表中指定的项目，都取决于该书或它所属的一系列书。尽管这不是标准的方法，但有时会以圣诞节或农场生活为主题，出版这类互动式儿童读物。早在4岁之前，孩子们就可以互动地体验某个数量的隐藏物件书，并从幼儿园前的年纪开始，
这取决于隐藏目标容易找到的程度。触觉与感觉书。许多互动书籍是专门为儿童制作的，触觉书或文理书属于该领域。触觉和感觉书的黄金时代是从学步到学龄前。通过使用触觉和感觉书来教感官和词汇的主要优势之一是，通过立即获得单词所描述的纹理，儿童可以获得联系。用布料或硬纸材料制成的页面具有耐用性，使它们可以抵抗与年轻读者可能接触的任何东西。近年来，触觉和感觉书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，为幼儿创造了有趣的新方式，来与诸如音乐洗澡书和手指木偶书之类的书互动。由于洗澡书的漂浮性和防水性，它们可以被放入浴缸中。儿童数位书籍。数位化学习书。通过使用技术，许多儿童互动书得到了增强。最早的例子是具有声音效果的书籍，书籍侧面的横条上有与故事中图片相对应的按钮。当图标出现在故事中时，读者可以按侧面的按钮收听声音效果，这些被称为声音书。带有合适磁带或 CD 的书籍，通常被称为磁带书籍，是另一个早期的例子。一旦计算机变得更加流行，书籍的 CD-ROM 版本就开始流行起来。这些程式将书籍放在计算机屏幕上，使孩子们可以通过点击故事中的各种单词和图片的方式，并使之生动起来。但是，这项技术是相当有限的，并且没有普及，因为只有能够使用 PC 及其使用知识的儿童才能使用它。该技术的下一个重大步骤是 Leapfrog 的 LeapPad。LeapPad 是孩子们可以大声地听一个单词，为他们朗读故事，为他们拼写单词和声音，在许多页面上玩互动学习游戏等等。只需在页面上的不同位置用随附的笔轻按，即可使普通的书籍具有互动性。LeapPad 的技术在不断发展。Leapfrog 接下来是 Tag。Tag 系统本质上是一支可以下载书籍的笔，而不是插入书籍的平板。然后，点读笔可以在相应的书页中扫描标签并朗读、解锁活动等等。互动式数位故事书。Nowadays, there are a large number of ebook websites for children's picture books, as well as Leapfrog-like sound effects and word pronunciation, which can be found online for free. These virtual libraries have done a lot to keep books and make them more practical. Interactive digital storybooks. 互动式数位故事书是一本应用于触控屏幕设备的互动书。
互动式意味着读者不仅可以阅读书中的信息，还可以与书进行互动。在互动式数位故事书中，信息意味着书中的故事，读者可以与其中的动画图片进行互动，